这样10扇窗户，我装了这样的纱帘啊、遮光帘的，一共花了多少钱？这大概要30几万。这么多吗？不知道他在家里想要干什么？那些花纹对我来讲有点太豪华了，还是要这样子，天不怕地不怕，我真的就是怕丑。韩国人怎么这么厉害，对不对？嗨，我是安娜，欢迎回到我的频道。今天呢是我们海淘家居的第2集。上一集呢和大家分享了我们家公领域的一些我从海外买回来的家居啊、饰品这些东西。这一集呢来和大家聊一聊窗帘，这个没想到会聊窗帘。我们家呢有2种窗帘，第一种呢是像这样子的纱帘啊、遮光帘这一些，然后还有一些呢是电动卷帘。我们家装这样布帘的窗户呢有10扇，你们猜一猜，这样10扇窗户我装了这样的纱帘啊、遮光帘的，一共花了多少钱？好，我最不喜欢卖关子了。我刚刚仔细去算了一下，就这些装布帘的窗户，一共10扇加起来是花了7771块钱的人民币，折合成台币的话是35000台币。这在台湾应该算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价格。那到底这些窗帘质感好不好呢？漂不漂亮呢？安装起来会不会很麻烦呢？我在选购的时候有没有一些小心得呢？就这一集一起分享给大家。像卧室的这个纱帘呢，我们用的就是这个叫幻影纱的名字，是不是还蛮好听的？蛮中二的。为什么叫幻影纱呢？就是因为你看它是一个这样子薄薄的帘子，有没有？可是你看它是一种透光不透影的感觉。纱帘挂上去之后，你可以看到外面的光线，但是呢，它就又可以让你家里的人影不要透到外面去。这个纱帘我其实非常推荐可以用在卧室里面。你看我放过去之后，整一个光线还是可以洒进来，保障隐私这一块呢，它也就是做得很好。像这一扇窗户的这个纱帘就是亚麻的，我当时有问设计师，我说我的纱帘我希望用亚麻的材质，然后他当时给我报了一个让我很震惊的价格。虽然亚麻的窗帘确实相对其他的材质来讲会贵一点点，但是我觉得好像应该也没有贵到这种程度吧。我真的是非常喜欢亚麻布，亚麻布它那个质感就会更透一点，它的整一个重量感也会比这样子的幻影纱会更轻一点点，所以风吹过来的时候呢，那个纱帘飘啊飘，就那个感觉就是非常的文艺，就文艺片的女主角你知道吗？会比幻影纱要透一些，但是我觉得我还是非常推荐，如果大家也是喜欢像我说的这样子这种文艺质感，稍微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小花纹，亚麻布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带一点米色调，不会像这样子就是完全是个白色。如果你没有更多的想象，我觉得就是用这样子的幻影纱很不错。可是如果你想有一些软装美好的那种感觉，我推荐大家可以尝试一下亚麻布。遮光帘的部分我一定要重点讲一下，这一扇窗帘的遮光帘是我整一个家里面以颜色跟造型来讲，我觉得我是最喜欢的。这个布的材料叫雪尼尔，它是有这种小小的绒布的那种感觉。像我们家的遮光帘啊，遮起来之后它真的可以做到100%。为什么它的这个遮光性这么好呢？当然它首先是一块非常好的一个窗帘的质料，它本身的遮光率大概就可以达到70%、80%，拉起来之后几乎看不到外面的光的。但是我希望它遮光，我就是要做到100%遮光，我完全不要它有任何的亮光在家里，因为难保我白天想要睡觉或者干什么。我就又在这个后面加了一层遮光纱，它是加工上去的，但是呢，它加了这层纱之后呢，就会要考验这个加工师傅的一个功力。假如你找的那个店家他没有给你加工的很漂亮的话呢，你就会觉得它好像更厚一点，像一个大棉布，就其实很好想象嘛。如果你一层布的话，它就会有那种轻盈飘飘的那种质感，但如果你把它加很厚的之后呢，它就会有点臃肿。这个东西你不问的话，其实店家不会主动跟你讲。我不晓得是不是大家都跟我有这样子遮光的一个需求，它会一定程度的改变你原本窗帘的这个样子。像这个窗帘啊，我选的就是这种浅色系的，你看这样子是完全白白的窗帘，然后我背后呢去加了这样子的遮光纱，正面看的时候它其实就不会是那种想象中的那种奶白色的质感，所以遮光纱多少就是会改变一点原来窗帘的那个质感。但是呢，卧室嘛，保证遮光这件事情非常的重要，所以我还是选择了做了这样子的一个遮光纱，这个角度就可以看到非常的清楚遮光纱长什么样子，对不对？建议大家如果在选择像我这样的遮光帘加上遮光纱这样的做法的时候呢，尽可能的选择深色的帘子，因为卧室其实深色帘子确实也是比较好睡觉的感觉。我其实一开始最早第一个家想要去淘宝订窗帘的时候呢，也会有一个担心，听起来好像这件事情非常的困难，我怎么知道这个窗帘要怎么量啊，我要怎么装啊？后来我发现其实也没有这么的难，因为其实我只要去网络上找这个店家，他就会跟我讲要怎么量，就比如说是从窗帘盒内的天花板到地面的距离，直接把尺寸告诉店家，店家就会按照你的需求帮你扣好。有一些人喜欢拖地长一点的感觉，有一些人就喜欢短一点的感觉，寄过来之后我们
家是没有踩过雷啦，我们3个房子这么多扇窗户都没有踩过雷。安装的部分，窗帘的安装真的是非常简单，寄来的时候钩子都已经挂好了，你只要把那个钩子勾到窗帘轨道那个洞里面就好了。但是窗帘轨道多少会难到大家。之前2个家我们是用普通的窗帘，没有用这样的电动卷帘，我们就会去像 IKEA 这样子的家具卖场，因为我们本来就会有一些家具是在这个卖场里面买，就顺便跟他们 order 窗帘杆的服务，跟他们讲我们要订这个窗帘杆，要请师傅来帮我们安装，因为 IKEA 是有提供安装窗帘杆的服务的。安装的日子师傅就会来帮我们把这个窗帘杆装到我们的窗帘盒里面。窗帘盒还是要自己做啊，窗帘盒就是木工在做的时候，你就要自己去处理好，再请像 IKEA 这样的师傅帮你把这个窗帘杆锁上去就好了。锁完之后，你就拥有一个窗帘杆，你就可以挂。但是呢，我们这一次就确实遇到了非常非常大的问题，因为我们想要用这个智慧窗帘嘛，所以这个窗帘杆呢，当时也是 Aqara 这边一起提供的。寄过来之后呢，就是一堆轨道，像我们家大部分的房间都比较宽，它那个轨道寄过来的时候就是一节一节的，每一个窗帘杆寄过来的时候呢，都是需要你中间去做一个拼接。一字形的窗帘呢就还好，因为它就是一根平的轨道，把它拼到一起，再请师傅帮你锁上去就好了。但是我们家有一些窗户呢是 L 型的，哇，那真的是非常的劳师动众。 L 型的轨道，它对那个弯度有很精细的一个要求。小朋友那一层楼，他们2个窗户都是 L 型的，这2个 L 型的窗户，我们来来回回弄了有没有2-3个月？厂商真的很负责任，他们发现我们寄坏了，他们就又不停的寄新的过来，因为这个东西它坏不坏要组好之后才知道它跑不跑得过去。寄来的时候就有其中一个配件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L 型，在运送的过程中有稍微这样一点，或者有没有这样一点，任何一种变化都有可能让那个扣子会跑不过去。而且我们还是在打木架的情况下哦，刚刚有查了一下，现在大楼基本上层高3.3到3.5米之间。当然，对于我们居住来讲呢，高一点肯定会更舒服。可是高一点就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的窗帘杆就会更高。假如今天你找不到人帮你装窗帘杆啊。我们本来觉得自己的动手能力非常的强，我们买了非常非常多的工具。我们家的工具其实摊出来应该是属于蛮好笑的一个状态，装满一整个工具间，可以去对外施工。但是呢，套一句你常说的，有一些钱该给别人赚，还是要给别人赚。我们家1楼相对会高一点，我们用了最高的那种家用梯子。陈老师是182公分的身高，坐在最高的家用的梯子上面去钻，还是要这样子，吃了一脸灰。有可能是你上身太短，可能跟我去钻的差不太多那种感觉。还好我们后来就是有找到一组师傅，他们愿意帮我们来做这件事情。因为窗帘轨道这个事情真的非常的尴尬，如果你没有提前跟家里的安装师傅讲好的话，他们就开始踢皮球，大家都不觉得这事情是他们的，确实也不是他们的，这个本来应该是窗帘厂商应该做的事情。所以呢，后来我们就又付费去找了2个师傅帮我们去锁这个窗帘轨道，才解决了这件事情。所以大家就是要记得，如果你家里在装窗帘的时候，你想要用智慧窗帘的话，一定要考量进这个窗帘轨道的问题，它的安装不容易，尤其 L 型的真的是大雷，这很可怕。如果你可以避开 L 型的，我觉得可能就会更好操作一点。当时因为想到窗帘轨道的问题可能会很复杂，所以我才想说我要不要就直接找在地的窗帘厂商，我去订那个窗帘布，顺便请他们帮我处理窗帘的问题。但是后来我真的就是碍于就他们提供的这个选择不漂亮，我这个人天不怕地不怕，我真的就是怕丑，我是一个非常非常怕丑的人，所以后来我就觉得说没关系，我再另外找工班师傅帮我去处理这个轨道，我也不想要买那个不好看的东西，所以后来才有了这些后面淘宝窗帘的故事。那关于智慧窗帘的部分，如果大家想要了解更多一点的话，就可以去看这一条我讲关于智慧家居的影片，可能会对大家有一点点帮助。那关于在淘宝订购窗帘这件事情，我还没有更多的一些 tips 呢，当然是有的啦。我最喜欢跟大家分享这些 tips 了。首先第一个，如果你有看中某一家窗帘的店铺，你觉得它的图片非常的漂亮呢，你就可以去联络这个店家，一定要记得先拿色卡。有一些图片很多都是网络上的图片，跟它真实的样子或许会有一点出入。订购之前你就记得先去跟这些厂商联络，就跟他们讲说可不可以先把 sample 寄给我。现在很多做的比较专业、比较大型的网络上的这些窗帘店，他们都会让你付费去下单一些 sample， 他们就会把你选的一堆 sample 全部都寄过来。你拿那个 sample 之后，比如说我想要在我们家的卧室装这块帘子，我就拿那个 sample 这样子过来，你就会很实地的可以感受到这块布在我们家灯光打下去或者自然光下它的样子是什么样，是不是你真实的喜欢的，然后去摸一摸这些质感，这很重要。先拿 sample。其实这个东西适用于所有，像我们正常在装潢，比如说木地板啊、柜体的一些贴皮啊、板材啊，你也一样会去选 sample。
sample 嘛，所以在网购的时候也一定要记得先去选 sample， 而且现在真的这些店铺他们都做的还蛮专业的。想要装潢好，请往现场跑，请拿 sample 好。第二个这一条也是适用于几乎所有你在淘宝上买家具的一个小 tips， 你可以去看有一些店家他在提供你这个家具或者提供窗帘的时候，它的价格是含安装的价格。这时候你就是小聪明就抓起来问一下店家，那如果我自己安装的话，你这个安装费用可不可以退给我？真的有很多店家是可以退这个钱的。我们家就是因为在淘宝买了这些家具之后呢，就那些要安装的我们自己安装的情况下，好多店家都有退了这个安装的费用，虽然不是很多吧，但是不无小补嘛，装潢这么花钱，对不对？第三点，关于窗帘的部分，如果你预算允许的话，记得去做高温定型，超推荐。我觉得这没有什么预算允不允许的情况下，因为高温定型它1米也就是加10块钱人民币，40-50块钱台币。如果你没有做高温定型，如果有后面加这种加工的布，它真的很容易缩在一起。可是高温定型呢，它让它整一个就非常的挺。像我们家这个窗帘，在我们入住前半年，它就已经做好了，我们也没有打开，我就丢在那个装潢的现场，直到我们打开的时候想说完蛋了，它一定会很皱，结果拿出来之后抖一抖，它就停了。它确实刚拿出来的时候会有一些痕迹，可是挂一挂很垂顺，有没有？非常推荐。对，推荐。就是关于窗帘的宽度的部分，很多人都是在疑问，为什么我们家窗帘好像看起来没有网络上那种波浪的那种感觉？像我们家这个窗帘的这个褶皱叫韩式褶皱，韩国人怎么这么厉害，对不对？它好像就是有一些那个褶皱的方式，会让你整个挂起来的时候呢，感觉是不一样的。如果你家的窗帘关起来的时候啊，是一整片平的布，那肯定就很难看。我的习惯的话，就是窗帘布的宽度，它一定要做到整个墙面宽度的2倍才好看。因为碍于它那个布啊，它是有宽幅的限制的。如果我太宽的话，它会要加那个拼接的那个缝，那我会觉得加那拼接缝又不是很好看，所以我就是有一点点的妥协跟退让，但是也至少抓到1.95倍。如果你可以抓2倍，那是最好的。关起来的时候真的会比较漂亮。你看到那种网络上美美的那种完美家居图的那种感觉，我真的是很喜欢一整面墙都是窗帘的这种感觉。因为像我们家这一块，其实它是一个墙壁，像有一些做法的话，可能就是从窗户开始去接窗帘这样子，可是我就没有，我就希望当我走进卧室的时候，那一整面墙都是窗帘。饭店住惯的人。好，那刚刚讲到我们家还有电动卷帘，对不对？我们家电动卷帘呢，就是装在像这样子的浴室，它是一个全遮光的电动卷帘。然后带大家去看一下，我们家还有一种是可调光的电动卷帘，走吧。好，这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可调光的卷帘，它装在我们的工作室里面。那像我们家的电动卷帘呢，全部的钱加起来是4000多块钱的人民币，也就是2万块钱台币不到。电动卷帘啊，它会有一个好处，就是假如你真的是没有做窗帘盒，电动卷帘的部分做好的时候，它可以有一个外面的盒子，就是你直接装到没有做窗帘盒的地方呢，看起来也不会这么的突兀。它的整一个电动马达、智慧马达是跟这个电动卷帘它是一体的，所以我们在选择的时候啊，就要特别注意电动卷帘的整一个智慧系统要跟我们整个家的智慧系统是一体的，用起来的时候才会好用，不用很多个 app 在那里切来切去。但是我觉得我们家的电动卷帘会有一个问题，不知道是不是只有我们家有这个问题啊？它这个遥控器它是在这个地方。就很高，就假如我们这个窗户它是比较高的，像我们家楼下那个浴室，我永远都是摸不到这个遥控器的，就是我所有的开关控制，我是需要用手机 app 或者用我们家的无线开关。当然这也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啊，只是提醒大家可能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小小的问题。像现在这样子就是一个透光的状态，就是全部都是纱，我们看外面都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这样子整个就遮起来了。我们家3个家都是使用了在淘宝买窗帘，我觉得这个决定还蛮正确的，因为淘宝的窗帘选择比较多，然后价格又比较便宜，再加上其实挂窗帘这件事情啊难度还蛮低的，所以这部分在淘宝买呢真的是非常的推荐。好啦，以上就是我们家淘宝买窗帘的经验分享了，不晓得有没有帮助到大家一点点呢？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欢迎点赞分享，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我是安娜，每周4都会在这里哦，我们下周4再见啦，拜拜。